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節目一開始，我們先歡迎來賓前資深外交官介文汲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時事評論員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觀眾朋友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幹哥。思敏好，大家好。觀眾朋友，今天趕快來關心到的是，在中東現在戰事隨時要引爆，伊朗這一回會祭出的，包括它的無人機蜂群，再加上中國大陸的電戰系統傳出來有做幫忙伊朗做支援，再來就是彈道飛彈，要對決的是美軍的航母。中美2-1走到開火的邊緣了嗎？今天會一起的來做關注。我們趕快來看到是最新消息，來自於今日以色列報最新揭露的美軍在中東，他說呢，兵力所有的布局都已經完全的全方位到位了。趕快來看到目前美軍方面做了哪一些準備。等一下我們也會看到伊朗則是完全的備戰，又準備了哪一些在武器上面的細節。先來看到美軍方面，林肯號正式抵達中東，隨行的包括了6艘伯克級的驅逐艦，還有2艘的核潛艦，據傳也在這當中。而第2艘航母現在呢，更是已經在路上了。林肯號包括它的甲板上，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已經布滿了各個型號的戰機，這當中包括了 F-35C 逆中戰機，還有超級大黃蜂等等。另外就是這個林肯號航艦打擊群核心的戰力，這邊根據了解，都是來自於多艘滿載戰斧飛彈的伯克級飛彈驅逐艦，而五角大廈在此刻也罕見的公布了它的雷射武器正式的進入實戰的部署當中了。趕快來看到空中又做了哪一些的準備，包括現在呢，因為情勢太緊張了，所以往返以色列的國際航班已經出現大規模的避讓，還有包括往返黎巴嫩的航班。而西海岸地區也出現說被看到大量的美國跟以色列的無人機在上空做盘旋。那伊朗方面當然完全的備戰，不甘示弱，趕快來看到伊朗方面做了什麼樣子的準備。先是最高領袖哈米尼已經進入到地下碉堡，在碉堡內說要指揮作戰。革命衛隊也將大量的懸掛國旗放在他的艦艇上面，推進阿曼灣的周邊關鍵航道，警告川普，伊朗已經隨時都準備好要開火了。而現在來自於軍事網站，軍事專家也做了一個分析，其實就算美軍到現在部署了非常多的準備，但是對於美軍來說，其實是充滿各種的壓力的。來看到伊朗部署了哪一些武器讓美軍倍感壓力，包括無人機蜂群，預估會做飽和性的攻擊，針對不同的航母。而伊朗的導彈一次發射可以達到數十甚至是上百枚，在對於美軍來說，攔截是一個事情是非常消耗的。另外補給線也會是美軍的致命弱點。伊朗也公布了射程超過了6000公里的新型洲際導彈的影片，但是未經外界的證實。最後來看到是傳出呢，中國大陸為伊朗提供這種新型的電戰設備，是可以探測甚至干擾到的是美方提供給伊朗的這一種星鏈上面的設備。所以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大使怎麼看了？美軍一次推進了2艘航母，還把這個雷達武器全部搬上了實戰部署，這是戰略嚇阻嗎？中東這一戰看起來是已經完全無法避免了嗎？現在這個因為林肯號它也花了大概1個多禮拜啊，這算快，從這個我們中國南海地區趕過去了。但是那個時候的伊朗情勢還是比較緊張的，地面的情勢還是在伊朗的政府還在鎮壓逮捕這些就是起事的分子啦。那現在的情況，伊朗的內部事實上已經比較平和了。那街頭的暴亂啊，還有這種大規模的逮捕啊，甚至大規模的這種處決人犯的這種情況，好像也沒有出現。因為最初本來說有800個這個犯人抓到的，在街頭鬧事的或者說跟外界有互相勾連的那被逮到了。本來是按照伊斯蘭律法的話，那可能是要處決的。結果呢，川普那時候說：“哎呀，他們跟我們談了以後這個800個人基本上不殺了。”那所以現在地面情勢是已經沒有當初那麼熱了。可是呢，周邊情勢反而緊張起來。那這邊很多的報道都是以色列，因為以色列對於伊朗來講的話，他對伊朗實在是高度警戒的。那他也攻擊過伊朗好多次。那現在美國的這些大批的戰艦都到了以後
會不會發動這個直接的攻擊？因為有人說這麼老遠去，除了1艘航母，還有6艘伯克級的艦艇，2艘攻擊性潛艇啊，這些的軍力是可以掀起一場大戰。不過我們沒有聽說大量的，就是說要這個陸上的戰鬥人員，就是說不管是這個海軍陸戰隊，或者說正規的要登陸的這種裝甲部隊，好像沒有要動員。那也就是說，這場戰爭的形態看起來可能就是說這種遠距的超視距的攻擊，那就是用這個空中的武器來對打。那現在我認為美國這個現在要打起來，事實上美國已經準備好了，架勢拉開了，對不對？那個伊朗也已經全面備戰嘛，對不對？哈梅內伊已經進入了這個地下的這個指揮中心啊，所以看起來一觸即發。這裡面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就變成就是說，第一個，伊朗他說你打我的話，我也要報復，那很可能是打這個美軍的在這個海上的艦艇，還有一個伊朗說打你附近的美軍基地。哎，光在這個附近美軍基地，美軍可能都是好幾萬的部隊啊，這個地面部隊。那美軍是不是準備好了？他在附近的這些阿曼灣附近的好些，甚至在沙特的一些美軍基地啊，是不是已經準備好了？那這是一個問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什麼呢？就是川普的問題現在蠻多的。那他的裡面的一些所謂的 MAGA 派的一些傳統支持川普的。最近有一些人跟川普怎麼樣割席而坐，有好幾位，包括一位眾議員。那他的理由是什麼？他說我當時支持你的時候，就是你批評民主黨濫用武力，在海外參加了一些沒有意義的戰爭，都是民主黨啦。所以呢，你當時說你當選以後，你不會再打海外戰爭。所以當時這個美國在是第一次攻擊伊朗跟第二次攻擊這個委內瑞拉的時候那有一些人就已經退出了，這是 MAGA。所以這個如果是一般民主黨人反對的話，川普可能不會那麼在意。可是如果他的 MAGA 陣營的人會說，你當時支持你就是因為你不是胡亂用兵，那你現在突然你又打了這個伊朗，那可能會造成他國內那麼 MAGA 陣營的進一步被分裂掉，那這是他的問題。第二個就變成就是說，戰爭可能都要在那個節骨眼上打。那你現在這個伊朗內部的情勢已經遲緩的時候，你打伊朗的用意是什麼？對不對？你可能有勝算，可能問題就是說你願意承擔你的損失，可是你的出兵的目的是什麼？師出要有名嘛。所以我覺得就是說，情勢雖然緊張。可是我覺得，真的要打起來，對川普來講的話，那可能是弊大於利。那如果是對他的政治的處境弊大於利的話，我覺得他會很審慎。好，原本川普是說他在第2個任內的時候，他是不會在海外動武的。結果沒有想到這一回看起來是戰爭一觸即發。那當然，川普前提也有說過，他說在2個月，他認為伊朗就可以擁核了，所以他們應該要先動手。就看接下來美方的動作是什麼。那剛剛其實講了嘛，伊朗方面則是已經完全的做好備戰的準備了，包括啟動他的無人機、海跟飛彈，都在遠端做好了準備。這一種武器能夠打敗美國的高價值目標嗎？干哥怎麼看？對，刚刚大使講沒有錯，就是說你今天到底要怎麼打這場仗？我今天到底是要實質佔領，就像沙漠風暴自由伊拉克這種行動，那是真正陸戰隊要上去的。陸戰隊要上去，一定牽涉到調動，牽涉到調動的話，就是全球部署，那所有的後勤指揮跟支援都要跟着上去。你現在看了沒有？代表說，今天你要干預伊朗國內的這個政治局勢，坦白講一句，那你要有非常多的動員。可是我們沒有看到美國的後勤有在動員這樣，所以你可能要在援引這個去年那個12日戰爭去修理伊朗，把他的核設施給擊毀的話，那現在美國的目標到底是什麼？因為你這次的目標不是核設施，而是想要把哈米尼這個政權給拉下台來。那恐怕需要地面部隊，沒有地面部隊，你要怎麼樣去真正？因為你要知道，你的目標應該對於大部分伊朗人而言，他們是無辜的，你只是對於神權政府
你想要拉下台來，可是你今天如果不派地面部隊，甚至不派特殊任務小組的話，你根本做不到。尤其是你今天派了航空母艦啊 ，CV-72林肯號已經抵達了阿拉伯海，現在馬上就要進入波斯灣了。那另外一艘可能是羅斯福號 CV-71也會到。那2艘航空母艦他們能夠做的事情是什麼？我可以告訴各位，他們如果要派戰機真正到德黑蘭的話，那直線距離是1000公里，那已經到了戰鬥機的極限，除非戰鬥機在空中進行加油，而且不止加油一次。对，所以真正你要忌憚的不是光是這個，你還要稍微退後一點，不能太靠近。為什麼？因為伊朗如果真的照他所講，照革命衛隊他所講，一次恐怕是數十到數百枚的無人機的話，這雙方都牽涉到什麼？因為像伊朗的見證者無人機在俄烏戰場上面已經被證實非常有效。因為他們都支援給俄羅斯用，非常有效。那但是呢，如果說他要攻擊在海上的航空母艦，它的航程到得了到不了。那美國呢也一樣，怕會被他打得中的話，數百枚群風式的無人機直接進襲在波斯灣上面的美國航空母艦的話，那美國承受不起。大家要知道，美國航空母艦只要中彈，那是全球頭條新聞。不要說把它打殘了，它只要中了一發，那很可怕。當然，伊朗他們現在有很多宣傳媒體，他們甚至掛在那個街上都說，你看，這就是美國航空母艦的甲板，已經變成從白色變成紅色了。他們那個畫的那個漫畫還真的很寫實。但是我要跟各位講，就是說，你可能把它貫穿可能，但是如果你要把它打成，那必須至少要數十架的無人機都命中目標才做得到。所以我覺得川普跟哈米尼現在互相对方都在試探說我們到底要怎麼打這場仗。可是我覺得對於川普而言，不打不行。為什麼？因為你如果真的沒有一些有效的作為的話，那你上次所建立的美國真偉大的那種概念，你就會被人家打破了。就說哦，原來你去伊朗也不敢真的教訓對方，因為他背後可能有中國和俄羅斯的支持，所以你也顧此失彼，你會擔心，你不敢真正的出手去教訓伊朗。這就是川普他必須要去思考，他接下來他能不能夠在他的大國博弈之中真的能夠贏得勝利。所以对於伊朗的態度究竟是什麼？我們現在很值得觀察的是，只剩下幾天了，美軍已經到了前線，不可能中途說啊沒事了，對，回來不行嘛，你一定要做一些事情嘛，你要像以前打伊斯法罕的地下核設施一樣，今天我也打了哈米尼在革命衛隊的德黑蘭地下的碉堡，打一次給你看看，你也許不會真的把他給打死，你不能再用 GPU 的57的鑽地彈對付他嘛，但是你總要做一些讓大家全球看到你美國的決心。我覺得現在真的是戰雲密布，很可能接下來會讓大家都要跌破眼鏡。好，美軍都已經這個武器呀，它的所有的航母都已經走到最前線了，就看下一步川普會怎麼做決定。不過，除了要考量自身在軍事上面的實力之外，還有就是地緣政治，甚至是中俄在這當中也有角色。那這一次傳出來報道說，中國大陸也有祭出這種電戰的技術給伊朗，可以阻擋下星鏈，做星鏈上面的干擾。中國大陸有可能真的做這樣子的一個技術支援給伊朗嗎？中俄在這當中又如何左右這場戰爭，或者是介入多少？上志哥怎麼看？我想這2年涉及到中東伊朗方面的戰局，始終都會有傳出說中國大陸支援武器等等說法。但到現在我們要知道，這些消息基本上都是自媒體當中的這一些自媒體主所發布的。那我們看，其實最早來說，就2024年10月，當時以色列跟伊朗的這個部分的衝突的時候，10月的時候，當時就是以色列發射了很多的飛彈。但是呢，就伊朗基本上好像都打下來了，外界都不相信伊朗有那麼厲害的，所以就那時候就開始說，是不是由中國大陸提供的防空的這個武器？但事後證明，其實是俄羅斯的 S-300跟 S-400啦。那當然，一直到現在來講，特別是單這2天，就又有這個自媒體博主宣稱說，在中國大陸有連續56小時之內有16架中國大陸的運輸機、大型運輸機送去了，沒照片哦。所以我們現在這幾年聽到的都沒有照片。那但是目前我們傳聞下來積累，中國大陸
江湖傳聞到底已經給伊朗哪些武器呢？首先傳最多的就是轟七9B，那當然作為防空性的系統，另外還有殲10C跟空警500枚照片啊。好，我們來講中國大陸會不會給伊朗武器？我覺得從這些歐美的外圍自媒體之外，我們也來看看在中國大陸裡面有沒有一些自媒體博主談到這方面的事情呢？其實很少。雖然也有人說可能有，但是那種暗示性的部分東西都比較謹慎，所以也就可以理解中國大陸對於這方面的內部控制的消息看起來也沒有什麼像消息走漏，只是中國大陸的裡面的網友們也很愛猜，我們的武器那麼厲害，怎麼不給伊朗呢？但是各位要知道哈，在反對美國的陣營裡頭，在全世界是俄羅斯、中國、伊朗，再來最近有巴基斯坦，主要是這幾個國家有生產厲害的武器，供給那些反美或非美陣營的其他部分國家。所以伊朗自己本身就是生產武器的大國，大家不要忘記。像過去伊朗的無人機，如果不是在烏克蘭，大家發現俄羅斯怎麼有那麼多伊朗無人機，外界都還不知道伊朗的無人機已經可以自己做到厲害這個地步了。所以我覺得现在來看，到底中國有沒有支援，有沒有具體給？可能性還是有的，但我認為以我們對中國的了解，以及包括中國跟伊朗之間，還是沒有像比如說跟沙特啊跟等等那麼樣的緊密，最多應該是防禦性的武器為主。因為防禦性的部分其實都是相對來說比較合理的，所以現在這種認為，我現在大家都在傳聞，主要也是敲碗啦，希望中國除了印巴這個空戰之後，讓大家看看有沒有很厲害的，特別是電戰技術，有沒有一些體系化作戰的，讓伊朗可以把以色列或美國打得落花流水。大家也看到中國的新的武器的厲害，畢竟印巴戰爭已經快要1年了哦，所以主要的原因是敲碗，我想。好，謝謝尚志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